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月华剑士2代的一条明啊，这个小姑娘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啊，主要是呢这个她可以变人啊，可以变成敌方的模样来玩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游戏可能大家伙都了解啊，月华剑士呢，无论是1代还是2代啊，在小的时候都非常的喜欢，大家伙都喜欢玩那个李连杰啊，就是方世玉啊，就是传说中的黄飞鸿。但事实上呢，他叫什么呢？啊，他叫李烈火啊，手里拿着扇子，然后呢，各种帅，也有雨伞。但是呢，咱们今天这个一条明啊，这个就比较玄幻了啊。有点这种小巫女的这种感觉。然后咱们这个一插模式呢，其实是特殊模式啊，也就是绿色的这个能量。好，可以看到咱们直接变成了这个对面的模样啊。这个是敌方是什么样，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然后呢，这个相当于玩法呢比较丰富。那这个 EX 模式啊，你可以看到啊，咱们变回来之后变成它的话呢，会复制它的模式啊，复制成它原本的这个技能模式啊。技能模式呢和力量模式呢就是。俗称为蓝能量和绿能量，而折中呢就是一插能量啊，这也可以手动选的。咱们呢这是 TAS 作品啊，是一个偏表演性质的，所以说呢也就没那么多说法，给大家伙展示一些技能，告诉你它的这个超级这个，比如说超级必杀啊，还有这个刚才各种小技巧啊来打。像这种呢，这个咱们这个招数啊，还有这个破防什么的啊，这影流之主啊，影流之主。当然，刚才细心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啊，他那个无限连呢，打到一定情况下呢，就不掉血了，它是有这个伤害修正或者叫伤害保护啊，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当然，这个游戏呢有很多的赖招，很多的赖人。我记得之前我解说过《月华剑士2》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就非常有趣了啊。它的进招表包括跟双截龙格斗一样，它的进招表啊，每一个人物的进招表加起来就感觉好像比这个游戏的正常规则还要厚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游戏啊，确实不太公平，有一些。就是没法说不公平的问题啊，反正就是挺赖的啊，竞技起来呢毫无体验。这个比97还过分啊！你像97的话呢，也无非就是裸杀啊、无限连等等啊。那无限连呢，浮空啊，也不是特别好实现的啊，也就是个别几个角色，但是大多数都没有的。裸杀的话呢，其实大多数也不是那么厉害。而这个月华剑士呢啊，你比如说这个斩铁，很多人都了解啊，如果斩铁的话呢，肯定是要选这个力斩铁。然后玩赖招的话呢，你看那些大神玩啊，就没法玩了啊，没法玩了，这个有点恶心了啊。好，可以看到直接把它关到一个钟里面，然后直接变身。当然变成这个技能斩铁也一样啊，这个是有它的这个特殊连招的，可以看到跳起来 AC，这个呢是技能斩铁，不是力斩铁啊，要不然这个伤害啊就是非常的高了。变回来之后，然后直接就变成这个打击模式啊，打击模式呢不同于刚才的这个奥义必杀啊，它是属于可以要点的啊，哎，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什么 AABBCCAABBCCACCC 等等啊，每个角色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就是你玩的话啊，就记得住。后来呢，据说还是可以调那个简易模式啊，简易模式的话，你就一直点 A 就可以啊。当然这种呢靠背啊，包括像那个龙吼，一个 CD 之后呢要 ABCBA 什么什么之类的，像那种啊也是需要背。但是呢，感觉考验记忆能力啊是没什么意思的。像格斗游戏当中呢，添加了很多特殊的有意思的东西啊，比如说像打地鼠啊，就是练完必杀命中之后呢，选择打地鼠啊，这个敌方呢会从地底下钻出来，你打多少下就费多少血啊，等等的啊。当然，这个天野飘呢是有很多小伙伴都喜欢玩的啊。这个角色呢看似有点这个放荡不羁，真的是有点飘了啊，这个有点那种富家公子，然后那种感觉啊。好，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了解啊，这个游戏有这个 D 模式啊，也不叫 D 模式啊，摁 D 的话呢是可以取消破招，也不能叫取消破招吧，就是说敌方打你的话会有一个反击，把它打成这个击退状态，对方呢会有一个僵直，这时候可以反击。但是呢，如果对方没有打你的话呢，反而你呢就变成了僵直状态啊，这个呢是战术当中可以运用出来的啊，事实上呢并不是那么好整。好，可以看到7、8。这个是明显是利用高超的这个 TAS 的这个特殊的操作机制来取消，然后呢变成了这种可以变成无限连的感觉啊！你想一个力斩铁跑过去拿个棍子一直在捅你，
而且你没有血了，像这些血的话，基本上打不出来这个伤害修正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玩的角色啊，就是也就是说大神才能玩。你比如说啊，你本身这个角色呢，它就不是特别的弱啊，也是相当于挺强的啊，原本的挺强的。然后呢，再加上呢，它可以变身成为其他的这个角色啊。当然呢，这种呢就需要你把所有的人物啊都能玩，而且呢，所有的这个能量也都能玩。你看它是力的，你变身成为它，你也变成力的了，对吧？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可以看到，这也是破招。空中的野话也可以用这个地来打破招。好，前贴这个雷电符啊。当然这个事实上呢，还是用破防来打。OK， 还剩一丝儿。正常的话可以追击啊，反跑。感觉可以选择，你看他是在秀这个啊。我们小时候管这个叫啥？叫害是吧？啊，这个角色，在上一代当中呢，并不是这个绷带样子啊，反正是，各种这些名字啊，可挺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啊。小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绷带怪人，有点像看那个《名侦探柯南》里面那个绷带怪人，要不然就是木乃伊。反正感觉，当然感觉贴上这个白色的布条都叫木乃伊啊，但是肯定不是。手里拿着2个组合刀，可以组合到一起，然后来旋转来击打的。好，变身，一顿怼，这最后还要接招吧？没接，感觉好像有必杀不练，有点浪费啊。他变身的时候为什么会扔出一个小？这个小是什么鬼啊 ？OK， 扔出来之后，感觉他这个手，我个人感觉他这个左手这个剪刀手啊。是有点问题的，有点像奥尼尔啊，他这个手是真的是有点大，还能肿。OK， 玄武之翁，这个玄武之翁啊，这个怎么看怎么像《圣斗士星矢》里面那个铜虎，就变成老头时期的那个铜虎啊，骑个龟，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他呢可以选择呢这个扔出这个小龟，还有拿这个钓鱼钩去勾你，然后扔这个小龟特别有意思的是，还可以给自己扔回来加血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啊。当然呢，也有可以，还可以麻醉对方啊，可以麻痹对方，可以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无限连。其实想想啊，伤害修正是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游戏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对方对吧血量比你少，你无限把对方打成残血，不是打成残血，就无限打对方是，这个伤害修正了，但时间到了你不就赢了吗？啊，这个所以说也很赖啊，像这种。很多角色都有这种啊，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常见人脑可以打出来的，像这个域名，像各种这种蓝能量模式啊，都可以打出来的啊。你打出来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嘚儿，对吧？你所以说有一些不是说有一些比赛啊，基本上比赛是肯定要封禁这样的这样的游玩的啊，你说这种比赛，如果你要办出来，那肯定是要被骂的啊，感觉很无聊啊。当然打电脑呢就无所谓了啊，你毕竟是，咱们就是展示嘛啊。如果说是像他们这种 TAS 想要速通，肯定是要比这个快10000多倍啊，因为这个就不会在这里秀来秀去了啊。OK， 来看看传说中的1代 BOSS 啊，加神。这加神这个名字确实好听啊，这个关键这个人长得也帅，你看头上点个点儿啊，这个然后这个留刃若火，传说中这个零番队死神里面零番队那个山本老头子那个年轻的时候啊，是不是有点像啊？留刃若火啊。当然，加神我觉得最帅的还是他的升龙啊，相当帅了啊！也有很多人去玩这个角色的，但是个人感觉呢，这个也没有说什么无规则什么的啊。如果真说是恶心的话，很多人喜欢玩这个力斩铁，那跳起来，哇去，那还玩什么呀？人脑也可以练出来了，你们可以试一下，跳起来 AC， 然后你就狂点就好了啊。OK， 可以看到。当然，咱们这个游戏可以开启这个血腥模式啊。如果你开的话呢，就会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这个，有的把人砍成2半，或者唰一下就喷血，哇哇喷血啊，就感觉挺有意思的啊。好，变成加神，下盘起手，这个小木鸭升龙，这个升龙是反向从底下往上蒯啊，就这种升龙方式。我觉得这个升龙特别有意思的几个角色啊，这个格斗游戏的，像这个安迪的升龙啊，比如说97安迪的升龙，他那个就感觉他那个姿势非常怪啊，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啊，包括像这个刚才我说加神的这个升龙啊，就是看起来就潇洒。OK， 来看看神奇13，
这个让我想起了木木13啊，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大汉，手拿狼牙棒，这个也是一个力量型角色啊，也有很多高手去玩这个角色的啊。当然这个角色可能套路呢比较单一但是呢这个一旦打到机会，给他机会打一套的话，还是非常疼的啊，各种点。这个点的话呢，像这些血正常就可以点死，但他选择一个扣，这个必杀呢是召唤出一只巨型的，有点像这个机械这个蜈蚣啊，而且是带有巫术的蜈蚣的感觉啊，当然看起来像，不过说起来这个蜈蚣还不如人体蜈蚣啊，人体蜈蚣是狠啊。OK， 可以看到可以随便在异时空召唤这个巫女，然后给她一杯饮料，扔出来一个全雷打。但是打的，这个角色看起来像不像这个什么？像不像这个，真天外魔镜里面的那个，这个极乐太郎啊，就是那个大胖子啊，这个在龙宫里的那个。OK， 点过来升龙，一挑，扣一下，哎，好，直接破招，选择蓝透能量，起身压制。反正你打的话呢，这个对方其实已经死了啊，但是你还可以继续打。像这种游戏啊，咱们对联机来讲，对木鸭来说非常重要啊。什么游戏木鸭都非常重要，但是月华剑士如果是人脑 PK 的话，木鸭的节奏一定要好，但是它并不难啊，它不像街霸2啊，那个木鸭一定要快，一定要准。比如说下臂比如说你选择红白，尤其是白吧啊，下臂重手接哈都肯，那是挺难的。OK， 来到了本游戏的最后一个角色 BOSS 黄龙，也是整个游戏当中最赖的角色啊。人脑的话呢，通过金手指或者特殊的版本是可以选。这个角色呢，就是叫黄龙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并不是特别牛的样子啊，只是他比较高大而已。如果你把他的这个身材变成普通的1.8米，正常的身材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对吧？又像一个普通角色啊，就类似于像这个咱们看这个《形意拳》里面有点像白莲教主啊，是吧？那种感觉，当然确实是猛啊，但是再猛又能怎么样呢？啊，你在TAS面前或者在绝对的高手面前打他就像玩一样啊。好，破防贴符，一个雷炸，打急眼了啊！这个黄龙说，对吧？我不玩赖招，哎，我不玩赖招，你拿我是病猫，破防不打，这个其实就是在玩啊，在耍。你可以看到，所以说，电脑的 AI 呢，固然啊不是特别低，尤其是对于新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不太会玩的小伙伴来说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这对吧？有的 BOSS 你真打不了，因为咱们这是8难的啊，你确实不好打。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碰见你像这种 TAS 表演，其实我想啊，如果你有 SL 的话，相信大家伙都了解，你玩任何的闯关游戏。如果你有 SL， 也就是纯土啊，对吧？和这个读取的话，基本上想打无伤那是最简单的了，对吧 ？OK， 也是唯一官方可以正儿八经选这个黄龙的啊，你选1条命就可以选，而这个黄龙可以看起来也确实非常的霸气啊，都是大开大合，而且呢，刚才你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黄龙的话呢，这个蓝色能量，但它可以切换能量啊，最后1丝血给电脑打无语了。破防，哎，电脑直接无语了啊！其实能量也满了，可以选择用最后一个必杀来搞定，比如说用一个大蝎子啊。再告诉你，电脑无论他怎么，他这样好骗他出必杀，没有用，一个哈欠，我勒个去！他是吃了个东西，不是？他是往天上扔了个东西，落地一吃，咽肚了。好，把把都是 great 啊 ，one， 这个剪刀手确实帅啊！这个剪刀手 ，OK， 这样的话呢，就是传说中通关了啊。这个游戏呢，倒并不是很复杂。我现实中有一个玩游戏玩的特别差的一个小伙伴，是我发小，他什么游戏玩的都不好，但他就《月华剑士2》玩的好。你别看我97玩97、98，我打他就跟玩一样，他都不会玩。但他玩这个游戏呢，他不仅可以 PK 啊，而且还能通关。我是没通过啊，反正确实挺厉害的。OK， 那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1条命1插模式的这个 TAS 秀。虽然说整体来讲看起来好像有的地方挺无聊的，很多人说啊在这骗这个 BOSS 出招什么的，但事实上就告诉你啊，就是这个 AI 再牛逼啊，咱们只要可以独挡啊 ，AI 就是懒子，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